Hello， 大家好，我是彪哥。前天收到一条火腿，在收购的时候，主人家大气的让了200块。今天就准备把这条火腿打开，让大家看一下这200块到底值不值。这是一条退了霉的黄梅火腿，但是我们去收购的时候，主人家让这200块，并不是因为这条火腿它是一条退霉火腿，而是我们在验针的时候，大家看一下。三叉骨的这个部位我们验了很多针，也就是这个部位我们在验针的时候有那种很浓重的梅酱的味道，而血筋这个部位香味特别浓郁。我们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血筋是统管整条火腿的全局，也就是如果血筋这个部位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整条火腿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所以下边我们就把它烧洗干净，打开让大家看一下三叉骨这个部位严不严重。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And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up in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ta build up of my thoughts sitting. 这条火腿的品质大家是不用怀疑，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像这条火腿它的这个小指甲比较长，一般像这种小指甲比较长的，它生猪的饲养周期都会比较长。所以这条火腿它的肉质是没有问题，我们还是先把三叉骨给它打开。所谓的黄梅火腿，并不是一开始的时候火腿上的梅色就是这种黄梅。每年4、5月份的时候，也就是雨季来临的时候，每一条火腿都会身披绿袍。而当雨季结束，气候比较干燥的时候，如果保存火腿的环境不通风，或者空间比较狭窄，比如说大家看到那些大厂里边的火腿基本上都是这种黄梅的火腿，那么就很容易产生这种退霉的现象。而且像这种黄梅生命力特别顽强，保存火腿的地方只要一次上过黄梅，那么以后你挂在那个地方的火腿基本上都会出现退霉的现象。看一下三叉骨打开以后，这条火腿它的肉质是没有任何问题。那么我们所闻到的那种浓重的梅酱的味道，就是像这些地方产生。黄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黄梅进入到火腿里边，破坏肉体组织，就会产生这种梅酱的味道。其实火腿只要产生这种怪味，也就是酸酱臭的味道，基本上就属于变质。它跟蛆虫是一个道理。凡是蛆虫所过之处都会有那种很难闻的味道，而黄梅也是一样，如果发现火腿退霉之后没有及时处理，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它也会进入到火腿里边，整条火腿都会变质。所以我们去收购火腿的时候，除了血筋那个地方必须要验的话，三叉骨这个地方也是非验不可。而现在火腿全部修整干净，我们是切开给大家看一下。品质没有任何问题，非常漂亮。关键我们下一步就是看一下，三叉骨的这个地方被黄梅侵蚀多少，比想象中的要好。大家看一下，已经侵蚀到这个地方，也就从我们三叉骨进来到这个位置，已经差不多有5公分的地方，这些地方都已经变质了。切开让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就是黄梅浸透到火腿里边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看一下就是这个样子，包括这个骨头周边的肉味道也已经不太纯正，所以像这些地方都要全部去掉，包括皇冠的这块位置，大家看一下，像这个地方也已经变质了，所以我们还要再处理一刀。看一下没有侵蚀到的地方，它的肉质是几乎接近于完美。看一下就是处理掉这么一小块，
200块，应该是赚到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有什么不懂或者需要问的，还是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关注彪哥，我们下期视频再见。Hello， 大家好，我是彪哥。今天又上了一档，原本以为非常漂亮的一个火腿，大家看一下。像这条火腿的话，上方特别大，下方比较小，而且整条火腿修割也是比较好。对于我们做零售来说的话，上方比较大，一般这个火腿的性价比都会比较高。但是当我把这条火腿烧洗干净以后，大家近距离看一下，这条火腿原本是有一层厚厚的绿莓在表面，所以根本看不出来这个皮色怎么样。但是烧洗干净以后，大家注意看，像这个皮面一整个全是这种淤青。本来这个火腿如果说局部偶尔有一点的淤青，那个很正常，可能是宰杀之前生猪的时候产生碰撞，会有局部的一点淤青。但是如果像这种火腿的话，大面积的淤青，那个不用怀疑，可以直接判定是非正常死亡。那么下面我还是按正常步骤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像这样的火腿是什么样子。像这条火腿是19年制作的，也就是到现在占了3个年头。其实像这个火腿为什么会上当，也不全怪自己的原因，因为去收购的时候用骨针去验，没有任何的异味杂味，而且它的表面上了那一层厚厚的绿莓，根本就看不见皮色是什么样子。所以像这种亏吃的真的是有点冤枉。现在打开三叉骨，确实没有任何异味，包括这个童子骨这个地方，但是可以看到明显它的肉色相对要闷一些，但毕竟是农家火腿，还能看到一点点的油光。下边直接切开断面让大家看一下。如果单看这个断面的话，可能很多人根本就看不出来这条火腿到底是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些淤青的地方，看一下这个皮下面泛着这种不正常的红色，像这些地方。也没有什么怪味。再把今天这个部位切下来看一下。和大家看一下，对于3年老腿来说，这样的成色确实是比正常的要差许多。而且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些皮面，看一下它这个肥肉的颜色不白，看到没有？像我们好的火腿，它的颜色是肌红之白，也就是瘦肉红，肥肉白，就像这个样子。大家看一下，正常火腿的颜色就是肥肉要像这个样子。而且大家看一下削下来的皮，本来皮也是白的，但是像这个皮色它就是像这种是乌红色。包括这一整个上方的皮色，它都是这种。看一下切开以后，它的这个皮色真的是让人很无语。虽然说像我们这种做火腿生意的，每年从农家收购农家火腿过来售卖，每年可能都会扔掉很多火腿，比如说那些酸酱臭，或者说是保存不当，火腿生虫。但是像这种火腿真的是让人防不胜防。大家看一下已经淤到什么程度，包括这些地方，一整条火腿都是这个样子。像这种肥肉呈这种乌黑色，其实就是因为非正常死亡，没有来得及把血全部放干，所以淤血残留在里边，形成这个样子。下边我们再把表面的氧化层削开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削开表面的氧化层是根本就看不出来有任何问题的，像这样火腿。所以你从表面基本上很难判断这条火腿有问题。所以像这样的火腿真的是防不胜防啊。像这样的火腿就只能一个字扔，没办法，做生意就是这个样子，自己也不是火眼金睛，就只能认亏。
那么我们这一期视频呢，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有什么不懂或者需要问的，还是在评论区下方留言。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